好，那么赖清德骂在野党你们赞赏普丁，你们去拥抱习近平，然后呢，你们需要弹劾我们选出来，你们台湾选民选出来的总统赖清德，而且你们蓝白4度卡国防预算的审查，对不对？然后呢，所以呢，为什么会这样？就因为郑习要会啊，郑丽文要跟习近平会面了，那是不是呢？老公就叫你们会面之前你要卡国防预算有作为这个前提那说呢，这个党国防预算、党国安法治、放弃反共，作为呢政协会的前提这是赖清德问了那郑丽文说说呢，明年他希望能够先访问北京，然后再访问美国，因为除了美国有很多国家邀请他，美国也邀请他所以呢，他说如果见习近平会有重大战略的意义他说呢，这个当时连战大选选输了，觉得对不起国家就去了也替两岸开启了很重要的这个对话的的基础那另外呢，马英九这个他的9·2共识也是两岸对话很重要的政治基础所以呢，他说他如果跟习近平见面，是很大的战略意义跟讯息那另外呢，这个赖清德说这个中国对台湾发动5大威胁所以呢，这个赖清德说，在野党现在是不是一中各表？原来都讲一中各表，现在不讲一中各表了，现在讲一中同表了所以呢，这个在野党以身为中国人为荣那意思就是说呢，这个亲中了，意思是这样的那黄国昌就说赖清德是造谣嘛，在野党要拥抱习近平，你24小时要道歉，否则要提告你。我们看一下。中国侵犯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消息说我投降，那绝对是假消息。言谈之中展现十足自信。总赖清德接受媒体专访，选在军备局生产制造中心209厂1亿，不言可喻。挑衅中国，这个事情我们不会做。我们大概1年大概有200多万人在中国帮中国发展经济对台湾应该要心存感激，不应该对台湾这种态度。点名北京对台湾的态度不正确。1个小时的访谈里面，总统更多次将炮口对准在野，以身为中国人为荣，那这个也是对国家认同的混淆的威胁，甚至在野党想要去进行和谈，但是也必须要用实力来当后盾没有实力作为后盾的所谓和谈，就是沦为投降而已。政协会国民党已经否认，没有所谓3项的前提要件。对，那我们不妨观察看看，如果没有理由去挡国防预算，那你让社会如何相信郑主席跟习主席的见面没有这种前提条件呢？质疑在野跟对岸交换条件，接着炮轰蓝白联盟，令人费解。国民党跟民众党在野党联盟令人费解了拥抱习近平，那却是对台湾民选的总统要弹劾。我觉得这个是社会会自有公道了。讲到自己被弹劾案，说得很酸，但在野党也呼吁总统应该进立法院说明这1.25兆国防特别预算。不是说我刻意不愿意去报告因为宪法的规定嘛，我如果破了这个先例，未来的总统恐怕也必须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与在野直球对决，总统总是站在第一线。有史以来最不把中华民国宪法当一回事然后呢，他的政党政治机器呢，全部在减损中华民国宪法的专业性、跟法律性、跟尊严性的一个总统赖清德，竟然说因为宪法的先例会被破坏，所以他不要去立法院说明国情报告，然后不愿意接受立法委员的提问。你说这样的一个总统，你凭什么可以代表一个民主精神？今天我觉得他讲这些话真的越来越像这乌克兰在跟俄罗斯纠缠在战争前的泽伦斯基，就是话说的一大堆呢，可是全部对于如何降低双方紧张情势毫无帮助，全部都在添油加火，然后努力
在野党做出一些努力，希望不要面对最悲惨战争结果，给两岸和平找出一条出路的人，就不断的抹黑，不断的诋毁这些人。我今天中午参加一个餐会，现场有几位企业家，我觉得其中有一位讲得非常好，是我很尊重的孙庆瑜先生，他讲一句名言，我希望大家都记着。他说，现在能够做最大的善事呢，就是捐钱维持两岸和平。他讲的是不是很正确？最大的善事啊，因为你没有和平，大家一旦打仗了，事情就屁了了了嘛，人命就死了嘛，财产安全、财产就损失了嘛，所有的前途未来，年轻人通通都没有未来了嘛。那大家要在做的这些努力，结果你全部给他们扣红帽子，难怪民众党要出来告他。民众党哪一刻有去拥抱习近平？连郑丽文说他愿意认同中国人，他在中华民国的宪法里面本来就是一中宪法啊，你中国人也可以是中华民国人的简称啊。那郑丽文这样子的表述，他也没有表示说我跟习近平要来进行拥抱，他也可以去告他。更何况最恶劣的是说，刚才前一节赖士葆委员已经明确的说明了，为什么立法院在野党的立委一直要挡预算的审议？他不是针对你军事预算、军购预算来的嘛？他是整个总预算所有的预算审查，他现在都不过嘛？为什么不过呢？那是你民进党造成的，因为你法律通过该编的预算，他通通不编啊。他直接拿司法权、大法官会议跟他的行政权跟立法权进行严重的对抗啊！那你在这种状况底下，立法院是针对民主政治守护宪法之争，结果你说这些人是中国大陆传声筒你要把他们守护台湾民主的尖兵斗士，你把他当成中共同路人来乱打。有比这样子大家觉得更伤透人心的吗？我觉得现在当然大家一直在讲说这个现在蓝白这个圣战普丁然后拥抱习近平。谁在圣战普丁？那我觉得这个当然就是说，你现在来看，就是说蓝白现在的策略看起来其实是真的让人家觉得匪夷所思因为其实全球各个国家，大家对于这些集权国家或是这些武力侵略的这些国家，大家都是予以强烈的谴责那当然，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那当然在台湾有非常多不同的这一些政治认同，我觉得这都是大家可以彼此尊重。可是问题是你现在看到立法院里面，在这些预算上面，刚刚大家一直在讲说国防预算里面到底要买哪些东西？我认为现在大家进到委员会里面去讨论嘛，为什么就直接把它放在那边？我觉得这个台湾人民也无法接受啊。根据最近的这一些民调的数字看起来，台湾人对于自己要增强自己的这些军事实力，我觉得大部分还是有一个基本上的共识的。那至于你说这些要购买的内容可不可以做得更好，或是购买的内容各党各派大家有什么样的意见，这个大家可以进到立法院里面去实质的讨论。可是现在你把这个预算搁在那里，那到底是对谁好呢？让台湾没有办法立刻的好好准备来提升我们整体的国防实力，这是对谁好呢？好，那再来就是说，现在蓝白就认为说，那现在我们把整个总预算通通割下来，那通通割下来是因为民进党这个在法案上面过去就有的不执行，然后如何，可是问题是，过去的立法院去年这一整年下来，立法院是不断的也在扩张自己的职权啊，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的修法，甚至到宪法诉讼法的修法，去让司法权的这一些限制，搞得大法官最后你看他不得不在这个最糟糕的状况底下，他试图要去排解行政权跟立法权之间的纠纷底下，他最后终于在今年年底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宪判字号。所以我觉得到底是谁在造成社会的动荡？到底是谁想要把自己的立法权独大？这过去从去年一直到现在，大家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可是，在行政跟立法上面互相僵持的状况底下，受
受害的是什么？受害的还是人民嘛。刚刚有讲说，那现在这整个总预算躺在这立法院里面，还没办法进入实质审查。明年度有非常多的这些新计划，不管是新的交通建设也好，或者是社会福利也好，全部都会因此而卡住嘛。那你说在台北市议会，大家也对这个市长执政有很多不同的意见跟看法，可是现在预算就是进到了委员会里面，大家一条一条去审嘛，有问题的我们就搁置下来，再去讨论，再去做删减，这样子才是一个就事论事、以民生为先的方式啊。来培讲到底谁卡谁？我必须这样讲哈，今天有个新闻就是 F-16V 到2027才会交货，我们 F-16V 这个我们本来今年就要交啊。今年要全部交完，结果一台都没到2027才要交货，那又延期了。那同样的事情呢，其他有不止说我们的很多军购，不是延期就是买到坏的东西，不然就是我们去买这些关键物资的厂商，其实都很诡异。我从来都不知道装修公司可以去承包烈性炸药。那我们会认为说，这个钱没有人反对国防。国民党的态度一向是赞成国防，但是我们要买什么？我们要买好的武器，我们要买合理的武器，我们要买会到位的武器。老实说，我们现在很担心。我最近才读到，因为最近当党团干部嘛，必须要读到一些军事、就国际东西，我们都一样啦。美国现在制造的武器，连俄乌战争都快付不起。因为他们没办法到位，因为美国现在制造业非常萧条，他们没有足够的工人，没有足够的工程师，他们的基础教育很糟糕，所以变成说，他们连俄乌战争要的武器都还没有到位的时候，你要他们给我们台湾武器，我们已经钱付了，我们总是要东西回来嘛。那变成是说，现在这个他们现在要过这个美金110亿、台币3300亿的武器，里面这些武器里面不是全部都是1.25兆的特别预算哦，不是哦，不是这样子哦，里面是包括本来就有9000亿，明年9000亿的这个国防预算，那你把所有东西全部合在一起，2.15兆，然后这些武器不知道会不会到位。然后这些武器也不知道会不会合用。我们在这个军购上面，这2年军购上面有太多的疑问，所以我们需要跟我们讲为什么要1.25兆这个人出来讲清楚、说明白。这是我们不要把所有东西全部的一个包裹式，全部都扣在一起，然后吃自助餐。我只要拿我自己想，这个不对，这样一点都不对。我觉得这样论述很恶心。如果我们讲国防预算，我们就讲国防预算。国防预算我们要好的武器，我们要对的武器，我们要会到位的武器。那如果讲总预算，刚刚宝哥讲得很明啦，你要增强国防预算。300亿的军人加薪，1个月2万块，你不增加国防预算，你不给军人加薪，你增加什么国防预算？你真的以为无人机是无人在做的你真的以为无人机不用人去操作的而且，军公教警消，这其实都是专业。只是我们觉得我们已经习以为常，因为台湾以前的文官系统、公务系统是很优秀、是很强势、是很负责任的，所以我们不会感激他们。但是当军公教警消每个地方的权利都被剥夺，当我们的国家被败坏的时候，然后我们提出一个说 ，OK， 军人加薪1个月2万块，警消人事特别条例，因为我们需要让未来的警消，希望他们目前为国牺牲，未来至少退休有保障。3读通过的法案，总统府公布，行政院不附属，但是行政院不编预算，那这是什么意思？你就是当着我们国会议员的面说，你们过的法案都是 B， 然后你们这些要求帮军人跟警消的事情，全部都是我们都不苛对，我们怎么样刻薄他们？反正他们不会反对，反正他们不会投我们民进党，所以我们就刻薄他们没关系。你觉得我们身为国会议员，我们这样受得了吗？如果说这个2个都不过，这3读通过的法案呢，你可以不编预算，可以这样子搞的你可以选择性来执行法律的所以我们国会的议员，我们坚持的是怎么样维持国家宪政也好，各方面合理性、合理合法、比例原则必要性，这基本的公务人员法则，请问现在执政党哪一点做到？所以我们生气是在这一点啊。我好奇AIT 的那个处长古立言说，他愿意到立法院跟你们在野党来说明接受你们询问。你们会要求他？你们态度怎样？我必须这样讲，重点是这1.25兆是谁提出来的？而且这1.25兆跟2027中共完成侵略台湾的事情是谁提出来的？谁提出来要跟我们讲？不是跟外媒讲一讲之后就我们吞
这不能这样子。重点是谁提出来？为什么他要1.25兆？他自己跟大家讲说，一天行政院如果7页一个字，我现在只是问说，因为古立人已经很热心了，因为他说他发给美国的，他拜访你们，你们都说支持国防预算呢，所以他发给美国国内的消息说蓝白民进党都支持啊，结果立法院你们没支持啊，那他想跟你们解释，你们会接受他来吗？我们要听的是，到底这1.25兆，这1.25兆刚开始出来的时候。是大家都是空穴来风，忽然赖总统忽然宣布说我们要1.25兆的国防特别预算，那总是要有人来解释。国情报告是这样子，所以古立人如果要来，你们是接受还是不接受呢？我会认为说先请赖清德讲清楚，国情报告先出来。我觉得他来就是干预内政的，难道不是吗？我就问你们的态度，你反应态度怎样？不用邀请他，不能来啊！民进党态度，处长常常有一些沟通啦，然后讲我们也很明确表达，我们就是主张就是国防预算要适度提升的，这个我们没有问题。但他也没有说什么施压，说你一定要怎么样。我先提醒一个很重要，刚亮君讲，现在的1.25兆只有2张 A4 纸。对，那个他没有细目内容都到目前都是没有的，而且今天最新的新闻我刚讲的，这下一集我们会讨论。我只是突然想到，古立人他说他要来，然后跟你们解释，你们还要备询，你们接我懂，这也不尊重，你们是接受还是不接受嘛？因为这个很少遇到这种情况嘛。他不会施压了，是沟通。你看那个他说他给我们能源核废料处理，民进党不有在听他的，对不对？因为古立人如果说我白桌请吃个饭，大家那是可以的，说跑到立法院来，这很奇怪了。这哪里怪怪的？他不是中华民国官员，他来这里不会接受的。继续再回来，古立人是不错。好，赖清德说在野党不审预算呢是有违常理的，所以呢，2026、2018要诉诸民意。你言必称支持中央政府总预算，可是又不愿意复委；言必称支持国防预算，也不愿意复委，这不是很奇怪吗？那复委去审查那另外呢，这个郑丽文主席早上稍早的时候说呢。这个老共军演批评赖清德不断挑衅踩红线，黄国昌呢也说赖清德接受专访呢，指控在野党拥抱中国这个国家主席习近平，要赖清德道歉。那总统府发言人今天说了，说呢台湾现在面临老共的这个包围的军演，不管国民党、民众党，赶快去做正事，回到正轨那到立法院做正事，否则的话呢。2026、2028就选民就会这个用选票来制裁你们那另外呢，这个赖清德说他愿意到立法院做国政报告，但是呢不能够一问一答，因为大法官说一问一答是违宪的那另外呢，这个民众党是说呢，我们反对直接放行军购，希望呢赖清德先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那我们听完以后再决定。那罗志强说呢，总预算有3把钥匙化解僵局。第一个呢，要编军人加薪；第二个呢，警消退休的保障；第三呢，停砍年金。这是3把钥匙，同意我们就审来，我们先看一下来。总统赖清德在专访中直接点名蓝白，称赞普京，拥抱习近平，却要弹劾台湾的民选总统，这让民众党不忍了，决定提告。台湾民众党何时赞赏普丁不是独裁者？何时拥抱习近平？限你赖清德24小时内澄清道歉，否则台湾民众党明天会到法院对于正式提告求偿。但总统加码指控在野党刻意4度封杀国防特别条例，更轰在野党现在是一中同表，未来会以身为中国人为荣。我黄国昌是台湾人，是中华民国的国民。赖清德，你是凭什么讲这样的话？2张 A4 纸要1兆2500亿，立法院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放行，那个对不起台湾人民。当我们要提高职业军人的待遇的时候，民进党却顽强的抵抗到底。你没有展现任何跟国军站在一起的诚意跟决心。总统对在野党开地图炮，质疑若没有理由去挡国防预算、国安法治，要社会如何相信郑丽文跟习近平见面没有前提条件呢？狠了心，铁了心，就是要把这条路给走到底。这是条绝路，不断的在往这个绝路里头钻。我也觉得连累了我们所有2300万人。那么我见了习主席之后，我觉得有非常重大的战略意义跟讯息。我认为应该是先去北京访问之后，明白。
再到美国去。公开在专访中攻击在野党，总统成功引爆政治话题，但也让朝野更加对立。去看，我先做2个重要的澄清哈。第一个，这是赖总统说谎嘛？立法院在野党没有要你来一问一答。我们当初修这个立法院执行刑事法已经讲了，依序回答。我们那时候都已经进行朝野协商了，可以统问统答。我们这次国民党有一定的比例，民进党各党3大党都有代表嘛，对不对？你可以像李登辉当初去国民代表大会那样一样嘛？你是说国民党5个人问完，或者10个人问完，你再统答，这也是这种方式啊。民众党可能2个，或者民进党10个人上去问完以后，你都不答也 OK 啊。这个叫统问统答，没有一问一答，这个选项从来没有出现，请赖总统澄清这个事情好不好？不要再说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刚刚亮君在讲1.25兆何其重要，那个对我们的整个国家的预算，我们1年才3兆，1/3要拿去买这个军备的同时，会排挤到我们的社会福利基础的这个建设。可是到现在，我跟大家讲，2张就用 A4 的纸，2张，上面也没有细目啊，没有项目啊，没有细节啊。你这样怎么审？你怎么可以放1.25兆？这样怎么对得起人民？所以我们才要求说，总统你要讲清楚，不是就是以前什么失言2027年什么北京完成武统这种事情，你要跟大家讲，至少有几个要讲嘛。我们目前除了这1.25兆，你明年度编了9000多亿哦，已经编了9000多亿，已经编了9000多亿哦，更严重的，目前今年就是现在编，如果我们开始审的话，今年光是这个1.25兆之前已经有9000多亿已经进去了，更严重的。目前我们已经交给美国了6000多亿，今天最新的消息，里面有2000多亿是要买我们新型的这战机 F-16V。今天最新的消息，本来顾立雄来立法院，我们立委问他说：“你这笔预算2000多亿，本来交机66部的 F-16V 到2026年全部都要交机完成哦，结果到现在一架都没来。”顾立雄说有在赶工了，明年就会第一批就来。今天最新的消息，美国的官方明确的证实，说还要再延，大概2027，明年已经不可能泡汤了，到了2027年才可能在第一次交机，要全部交机完66架，要到2030年。你会不会拖太久了？不只是两岸，如果像民进党讲这么危急，每户欺压了，恭喜哉！而且钱账要先签啊，你要1.25兆，是不是应该至少把那6000多亿的武器赶快先进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好，那我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哈。现在台湾民众水准这么高，都知道了，在野党包括民众党跟国民党要的是什么？和平嘛。赖清德跟民进党现在要的是什么？是战争啊！他每天除了挑衅或者紧缩两岸的这个恶意螺旋，让他一直往上走，他做了什么事情？他有在治国吗？刚刚讲的。陆配今天最新消息的是什么？1000多位这个陆配还没有去放弃中国大陆，说可能过几天元旦变成人球，就把他踢出去了。连立委说要出国，如果去中国大陆的话，要内政部的联席会，宪法上面立法院监督行政部门，现在是内政部跟陆委会一个联席会决定说我要放行，你可以去大陆，这不是颠倒了吗？整个宪法全部都被他们破坏掉了吗？现在最严重是赖清德现在101招了，每次就是抗中保台，就是抹红。可他现在没有发现他都自打嘴巴吗？大家回想一下，今年6月份的时候，赖清德的政治导师洪其昌，新潮流的这个大佬，他6月份他去北京，那时候陆委会怎么讲？陆委会说我们从正面去看这样一个正常的交流，结果在野党去了全部变成不正常了。赖清德自己今年这个月的月初的时候，他说什么？他接受《纽约时报》访问言了说。中国大陆经济有问题，我们来帮他。那网络上面就在笑他，你这不是通匪跟知匪吗？赵大哥，你还记得吗？有一个人说，在总统大选说要那个习近平要吃那个什么虾仁饭，喝珍珠奶茶什么的，不是赖清德吗？去拥抱习近平，不就是你赖清德吗？你再扣一个帽子，什么时候台湾民众讲过说要去拥抱这个习近平？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开的记者会，限时24小时。你一定要赶快澄清，要道歉。你现在没有刑法这个追诉，可是你民法是有的哦。我们公开对你这个求偿，最重要的，总统讲话不要是信口开河，不要变成一个说谎，这对整个全国推给他都是不好的。我们都很清楚的看得到了，这里面来讲，现在就是赖清德带头破坏整个的宪政体制、宪政的运作，是谁可以让大法官，即便按照旧的规定。也要6个人哦，6个大法官才能做解释哦。他叫5个人做解释哦，
这在尬拍给他大谁啊？以后人家这个小学生，我就选民工要打电话给我啊，他们班上就这个他的小孩子在班上都讲说，大法官都这样做以后我们开班会不一定要说达到法定人数也有人讲说啊，这样是不是可以？我们不是要弹劾赖清德，什么时候对不对？找一个好的时机，民进党不在的时候，我们同举手盘就过了。我们学大法官就可以了，对不对？学大法官了，怎么可以这样子做呢？弹劾就通过了。所以现在来讲说，我觉得赖清德现在开始启动战争模式。大家今天大家讲说叫各部会行政院长卓荣泰告诉各部会说，大家做最好的准备，最坏的打算，什么意思？开战了嘛，他一定不会退让。那我们能退让吗？各位，其实我都替老百姓可怜了，因为总预算没有过，没有审，那些行政的计划都进不来了。补助什么新生啊，多少钱啊 ？T Pass 什么钱有的没有的都没有办法处理。好，最后一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1.25兆的国防预算，不要忘了，我们的国防预算明年变了多少？9000亿，比今年多少？多3000亿耶。今年变6000亿啊！最早马英九3000了，后来变6000，现在变9000，现在变9000，已经只要这么多了，还要1.25兆。好了，那现在说你看川普2.0要卖我们100亿美金左右的武器，110几亿，对不对？很好，他要不要感谢我们呢？我们要不是在这里的话，他会这样子吗？我都觉得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你看川普现在一直扒着川普，是不是？他就看到说，1.25兆。我听到的说法是，现在美国那边都是希望我们赶快放行1.25兆，可是我们也没有说要卡，我们就说赖清德总统你来这里说明，而且呢，我们也没有坚持一问一答，没有啊，就国大代表的模式，就同问同答，对不对？这个人数是不是可以多一点？同问同答，每3个你回答一次，每3个回答一次，每5个也可以。在李登辉那个时代，我是国大代表。我们那时候就是5个问完了，他回答；5个问完了，他回答。这个模式要国众2党都接受啊！你怎么会讲说一问一答？我们从来没有说坚持一问一答。一开始有人讲要持续，有人讲没有错。可是后来我们已经说一直在推了，一直推了都已经修了。然后他到现在为止，我不知道他昨天接受那个媒体的访问，你不觉得吗？他火力全开，全部骂在野党，你不觉得吗？从来没有自己检讨说他的行政部门，他的行政这么大。我觉得从赖清德最近的表现来讲，我觉得2028的台湾的总统选举会非常的惨烈，因为大家才发现，只有行政权才真的，立法权都假的，立法权都空的。你立了法，我不要，我就不服输，我不要，我或者服输交给大法官又违宪，都安内，就这个样子啊，很悲哀啊。我觉得你们可以跟美国反映嘛，就说你们的这个审查预算的条件是要给军人加薪，美国军人待遇非常高的，8000块，8000块美金一个月，我们比起来差很远了，所以说为什么给军人加薪也是国防的一部分嘛？没有人怎么操纵那些武器？我觉得这个讲道理，老美应该听得懂才对啊。休息再回来。好，陈水扁主持广播节目《微微笑》联播网哈。那他今天访问彭文正，跨海了，因为彭文正现在回不来啊，被通缉哈。那陈文正说没关系，你要登来，我替你作证，我就算回笼，我陈水扁回笼也没关系哦。不过我今天看了彭文正，我真的差点认不出来，这是彭文正吗？头发也少了，脸也瘦了，完全不像以前的彭文正啊。反而陈水扁没怎么变他怎么陈水扁完全没变了？你看这个样子，对不对？他哪有怎么变呢？哈，看起来好像他被通缉了，他百外就医啊。好，那陈水扁说呢，因为彭文正的太太叫李金玉了，原来是记者了哈，还是主持人哈，说月初回台工作了。他说彭文正是很想回台湾那他受了很多的委屈希望能够申请国家赔偿。那陈水扁跨海替他打抱不平，所以愿意替彭文正作证说为此回笼也在所不惜。那我不知道说陈水扁要替彭文正做什么证，因为彭文正说蔡英文的博士学历是假的
那陈水扁要替他作证，说蔡英文是假的吗？啊，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陈水扁最近突然神勇起来？哦，哇，这个也讲话，那个也讲话，一下骂这个，一下骂那个哈。那是不是因为这个柯建铭有说，蔡英文曾经想要特赦他，哦，所以陈水扁燃起一阵希望，很高兴。哎呦，没有，是不是因此这个不爽？不知道哦。彭文正回他说，我如果回台湾哈，阿扁问他了，你要不要闯关？回来台湾啊，就回来啊。他说，我若回台湾会像柯文哲一样，起码会被关1年啊。那这个陈水扁说呢，柯文哲当时被这个彭文正说柯文哲当然关了1年嘛，哦，那所以到底会不会哦？那另外呢，这个彭文正说他每天都准备好回台湾，哦，但是因为他现在被通缉啊，他说呢，那我的护照呢？哦，可是我的护照呢？护照可能被作废了，哦，被判无效了。另外呢，说蔡英文的这个档案要封到民国138年呢，那有解封吗？如果是密封，怎么能够查证呢？法院愿意开庭吗？蔡英文愿意出庭吗？哦，证据愿意调查吗？证人愿意传唤吗？法庭愿意直播吗？哦，这都是问题啊！哦，特别主要是那我护照呢？护照没有怎么回来呢？哦，蔡英文的办公室说呢，博士学位可以轻易就查证了，避免不必要的离谱错误。哦，到底怎样？我们看一下。媒体彭文正因为多次质疑前总统蔡英文没有完成博士论文涉诽谤，遭检方起诉，更在2021年6月出境赴美，北院审理时2次未到，而遭通缉至今。28日，前总统陈水扁跨海专访彭文正时就直呼看不下去，更喊话彭文正回台湾，如果要开庭，阿扁替你作证，甚至表示如果自己因为作证被抓回去关，那也没有关系。我是感觉讲，你较紧回来，唔免惊。哦，要开庭，我阿扁，我将我所知影的，我替你来作证。啊，那因为阿扁去作证，我就爱去回笼，爱去抓去关，无要紧。阿扁抓去关，换你安尼恢复自由，我会感觉讲，安尼呢，代志才会解决啦。陈水扁认为，如果真的有博士论文的存在，是光宗耀祖的事。为什么教育部要封存蔡英文的论文30年是见不得光吗？对此，蔡英文办公室的发言人蔡淑景则回应，过去因为选举等原因而来的不实抹黑，陆续在司法检视下真相大白。相信在相关讨论之前，如果有基本的准备，就不会受到错误的资讯给混淆，避免不必要的离谱错误。我觉得陈水扁也是一个妙人。他现在号称保外就医呢，每天自己弄得那么光鲜亮丽，感觉又很回春。哦，你这样子让当初大家觉得说你是因为健康理由才可以在外面爬照，现在还可以主持节目，还可以要帮人这个作证，要卷入民进党的内部斗争哦。我觉得真的他也算是给民进党一个大头痛的难题了。那当然。这个陈水扁跑去支持彭文正我觉得他们的政治背景属性是可以有所这个理解的，因为彭文正其实在他一直去追蔡英文论文之前呢，他其实是非常受到这个台独派势力的喜欢他那时候甚至在电视台开节目都是台独势力在给他资助的。那后来他当然锁定了蔡英文这个论文的时候，开始穷追猛打各方面。那他今天的通缉呢，就是所谓的这个论文门呐。那现在陈水扁，因为他是不是因为蔡英文不肯给他特赦各方面的问题，所以他私下很恨蔡英文呢？可是这个恩怨到底怎么说？那他现在最有趣，我觉得这整个新闻最让人匪夷所思的一点就是说，他一直说。彭文正，你回来，你闯关回来，我给你作证。那他对蔡英文案要做什么证？我不知道他能做什么证。他是专家审查委员吗？是蔡英文的口试委员吗？他怎么能作证蔡英文论文真的假的？对啊，凭什么呢？那如果彭文正一时失去理性，他还是一个台大教授，他真的回来了，他可能比柯文哲关积压1年还要更久。来，亮君。我觉得当然这个
阿扁前总统现在看起来身体状况还不错了，好，那这样也确实是蛮好。那只是说，当然保外就医合适吗？亮君，保外就医合适吗？请教你。当然，我觉得保外就医到底他现在整个健康状态怎么样，这恐怕要由医疗团队去做评估了哈。那当然就是说，那到底彭文正其实过去大家一直在讲说彭文正一直不断的质疑蔡前总统的这个论文。那我想，在所有的这一些，不管是在网站上这些相关的资料，都可以去做查证。那现在当然透过司法体系，也希望把这件事情真相大白。那当时这个彭文正去到美国，当时他是说他要去这个带小朋友出去有一个演出在美国这样，所以后来在那个时候就变成他没办法到庭了。当没办法到庭之后，后来就被通缉了。那我觉得这个在司法上面，他看起来是至少在程序上面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那现在他被通缉，那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国或怎么样？我觉得他当然还是可以在法律上有他的主张啦。那他可以有他的主张，可是问题是，我想蔡前总统办公室已经讲得非常明白了，在过去这段期间，在学位论文上已经讲过非常多次，这都是可以清楚做查证的。那这些不实的指控跟抹黑在选举的时候都会很多啦。但是我觉得透过司法还原真相，都可以让这个真相大白。来，赖伟，我看到陈水扁讲一句话最有意思哦，他说陈水扁说如果蔡英文的博士论文真的存在，这是光宗耀祖的事情。为什么教育部要封存30年？见不得阳光，我必须打上最大的问号。见不得人啦，这是谁讲的？就是外面当然这个蔡办呢，就蔡英文办公室，他也提到说你们可以看啊，这个论文都在那里啊，什么之类的。可是你注意到看他对这个事情他们的态度是非常强硬的一丝丝的质疑，你稍微拐弯抹角质疑，他马上强力反击。但是对于陈水扁讲这个事情，他没有讲话，奇怪，陈水扁这样呛你，呛蔡英文这个多严重的一个指控啊！就是为什么要封138年？为什么要封30年呢？这是光宗耀祖的事情，为什么见不得阳光？这个教育部很清楚，封30年，他说是机密。到138年，现在才114嘛，对不对？对，就从108年开始封，还有24年，从108年开始封存30年，对，封存30年，就是当初为什么封存30年，大家会觉得很奇怪。一个学位不是什么了不起，国家机密对吧？对啊，这种国家机密，真的存在光宗耀祖是陈水扁的原文这样讲的，这是好事啊！有博士学位，又是伦敦政治学院这么好的学校的博士学位，你就拿出来就好了啊！他现在蔡英文办公室说你在网站都有啊，你去看啊，什么之类的问题，所以陈水扁就打枪说为什么？如果这样，你为什么要封30年？大家质疑在那里了质疑说好，那你说那时候是总统说我要封，对总统来讲。那现在已经不是总统了，可以放了吧？陈水扁这点很奇怪就说这个柯建铭跟他讲说，每个礼拜都跟赖清德报告那个大罢免的事情，他借着陈水扁的节目对不对？访问了这样去讲，现在又说这个要帮彭文正作证，你既得罪了赖清德，又得罪了这个蔡英文，陈水扁到底要做什么？到底想什么？他想干嘛？就要再回来。彰化谢依凤表态要参选彰化的县长那他的弟弟叫做谢典林，是彰化县议会的议长，所以现在麻烦了，总不能姐姐当县长，弟弟当议长对不对？议会是监督县政府的那如果谢依凤当选的县长，那这个谢典林可能就不能当议长了所以现在麻烦在这个地方那谢典林也说，我也可以选县长但是姐弟如果都争县长，好像这也蛮奇怪的那刚好呢，这个赖清德去彰化，你看谢依凤站在这里谢依凤是政大的经济博士这学经历都很好当了2任立委了。王惠美是现任的这个县长然后民进党要提名这个陈树岳选县长，那理论上讲，你看有现任县长，国民党的立委。民进党的这个被提名的，那没有正式，就要提名他了照理讲就是稍微总统去嘛，这讲话稍微四平八稳，没有就是说呢，我力挺陈树也选彰化县长。那
所以你看他们有点尴尬，这怎么办呢？哦，那这个所以说赖清德媒体啦说呢，在庙口挺陈树业去当县长，民进党立委了。所以还不如乡下的庙公，庙公也不会这样子啊，至少要中立一点呐啊！奇怪哦，本来谢立峰只是在传说要选彰化县长，并没有说要选，但是赖清德这样挺陈水以后，谢立峰就说我要参选彰化县长，所以外面在想是不是家里也谈好了哦，跟爸爸妈妈这个弟弟也都谈好了，否则他就冲出来说我要选彰化县长了哦。谢立峰说，不过对于家族竞合的问题。还是需要解决的，因为弟弟还是选议长啊，会当议长啊哈。那另外呢，好吧，我们先看一下。大力支持陈素元，可以当接棒王惠美管理的团队，大家要拿回彰化县长，总统全力支持通过民进党初选的新系立委陈素月，在31号正式提名前拉抬议位，很明确。就宣布支持民进党提名候选人哦。陈建武嘛表现真好哦，伊讲吼团结不是靠无啦。赖总统台上一个个点名参与党内初选角逐者，毕竟这次有4名候选人，民调结果由陈素月胜出，但候选人之一的邱建富质疑民调结果，更扬言不排除脱党参选。没想到前一晚脸书改口，相信民调要团结向前。当然团结了。撇除杂音，全力支持陈素月，在民进党母鸡已定于一尊，但总有下一场公务行程突然转换角色，总统变主席。国民党嘛咧筹算嘛，吼，咱祝福。当面要国民党立委谢依凤参选，顿时谢依凤表情有点尴尬，因为弟弟谢点林是彰化议长，若是拼完县长后又要抢议长，将创下地方自治史首例，引发地方反弹声浪大。但我愿意来挑战，成为2026国民党彰化县的县长候选人，并且整合党内的所有竞争者的声音。谢依凤松口要为国民党出现，要打破彰化县长过去魔咒。对，我想起来，齐凯在彰化县做过，对不对？那个产业什么，你一个会叫工业发展策进会的总干事，就是帮这个工商业者。那时候王县长很谢谢赵大哥帮忙。那时候发生疫情的时候，那不是那个万华那个整个那个葡萄都卖不出去。赵大哥来帮忙讲话嘛，所以那时候那个王县长非常谢谢。王县长就是非常努力的，一天当2天，有魄力，非常有魄力，有魄力，而且非常认真，施政也很有能力。结果你看，赖清德、王县长都站在你旁边旁边还有谢依凤谢依凤是准备要参选的人，你总统之尊，你怎么会去现场去讲到陈淑叶？你把王县长跟谢依凤当空气是不是？你那时候你要讲这句话的时候，你是把自己当成是谁？民进党的党主席吗？然后讲这是非常不合适的党政不分，我记得昨天这个是严重的一个失言。你看以前连总统要搭这个空军1号，可能如果是党务的，都到一个阶段以后就要改成之前公务搭这个空军1号，对不对？到后面如果是福检行政，连空军1号都不能搭就民进党你看从那个大罢免时代，你看卓荣泰跟这个赖清德完全都不掩饰的，他们把国家的资源全部公器全部用在这个党务上面，结果现在昨天又闹这样一个大笑话哈。那老讲谢依凤是强的啦，这个本来这个彰化、云林跟嘉义都是我的福检这个区域，谢依凤本来有段时间传出来说那个不选，所以那时候我们党也本来就说，这个嘉义之外这边你都可能要顾一下。我有跟依凤聊了一下，那时候他就一直有点犹豫不决。他心里是想选的，我看得出来。那当然这是家里的因素嘛。我一直就跟他讲说，你这个事情老讲是不能拖了，你拖久了就没有了。特别是民进党已经确定是陈树叶了。好，那老讲陈树叶出来跟对谢依凤有个好处，两个人都是在南彰化。好，那北彰化因为有王惠美他们帮忙了哈，他这个北彰化人口反而比较多，因为有王惠美、王县长他们帮忙，那国民党在这个北彰化发展的也很好。那南彰化本来谢依凤就是过强的，所以他是有机会可以这县长是有机会可以传下接这个王惠美这个棒子，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是台将军，我觉得当然在这个县市首长选举大家当然都
众所期盼哦，就是说，因为现在彰化当然我们已经即将来提名陈素月委员来去出战哦，这个彰化县长哦。那现在当然在各地方大家都有很多不同的传言啊，就是说到底彰化这个谢家会不会再一次的来挑战，还是说要先巩固原本的议长宝座？那当然，我觉得面对2026的选战呢，我们民进党在所有的县市首长的布局，大家都有自己的步调了。好，那不管是在彰化，或者是现在正在举行周末才刚结束的这个辩论会的台南，然后还有未来高雄，然后以及现在大家都一直在讨论说，其实，在台北市，我们很多这个支持者也都一直在希望说，所有的这些县市首长尽快的在过年前能够完成哦。那我想在面对2026的选战呢，民进党在所有的提名上面都还是秉持着公平、公正、公开了哈。那不管到时候出现的是谁，那我觉得民进党好的传统就是大家都会团结，绝对挺这个人就挺到底，大家就一起支持这样子的决定来代表民进党出战的这样子的一个县长候选人或市长候选人。我觉得这个是民进党非常好的传统。赖委员。是他这个赖清德很清楚嘛，他参加那个彰化县西湖的建教什么24周年，这里面来讲的话，你怎么会把它变成一个浮选的一个场合？这个东西莫名其妙，旁边有县长有立委都在那里，你好歹他还讲了，他还特别讲哦，王惠美8年阶段性任务完成了，现在呢就要改选了啊！民进党推出这个人很棒。它里面呢，他原来有4个人在抢啊，团结了，团结不是口号了，团结是大家一定是提名他了，就是什么等等之类的，这个怎么变成你造势的场合？现在像这种场合，赖清德想一而再再三犯哦。前几天到什么地方，到那个宜兰那里也是类似这样的东西啊，都这样子啊，他就是说公私不分了，明明是公务行程，它就变成一个浮选的行程，这不可以这样子了。哪里有开始从赖清德，你就发现到他现在对这个在野党穷追猛打，说你违宪就违宪，然后网军出来，那连那个大法官5个人去解释的，他都还号召1000人什么学者专家出来听。然后呢？另一方面，对他自己的他浮选的部分呢，就强力的浮选。我觉得浮选可以，不是不可以，但是你不能够把其他的人都一直来，然后说这个人家庙里面的，我们来浮选他，那公私不分了。我觉得赖清德铁了心呢，要做一个无怨无悔的朝独裁者的路走了。很简单，他所有的民主精神他都不顾了。这个就在他讲出说，不是票多的就是赢的连民主基本上少数服从多数，这个当时才会有莱尔校长嘛。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完全把莱尔校长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就是第一个5个大法官就可以挡住113个立委所有做出的法律案的结果。然后第二个呢，拿国家的资源跟行程呢，公然的替民进党助选。然后陈素月的争议不是只有这样，你民进党自己没有说你要提名他，因为他们还那个内部的人还在质疑他那个民调啊，他跟那个最主力的对手王秀芳的民调差距不到2%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他什么的制度都不遵从，那赖清德这样子能够说他要领导一个好的民主政治的国家吗？真的